徒儿，你自费修为，100年后方为师，守墓5年，我保你一飞冲天，获得大帝之资，你可敢？徒儿自然是不敢，我怕我废了修为，死在您前面。油嘴滑舌，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。今日你不废，都对不起观众。师傅您老人家保重，这次我真的要走了。徒儿，要不再考虑一下，守墓5年不行，咱们可以再试试自废双目的开局法，万一你就能拿到主角剧本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呢。师傅，您就放过我吧，再不下山，我怕您真把我给送走了。检测到宿主即将与徒弟断绝师徒关系，激活徒儿养成系统。徒儿养成是啥玩意儿？上天有眼了，自己身为穿越者的金手指来了，这系统怎么用？能让我突破境界吗？不可以，本系统是为帮助宿主培养徒弟而生，可以通过完成任务提升徒弟崇拜值，获得道具奖励。道具奖励能让我突破炼体吗？能让我成为天下第一吗？不可以。任务发布，挽回慕容天。任务完成，可获得技能卡礼包1个，技能传承卡1张，抽奖机会1次。任务失败则……不会是抹杀吧？任务失败，本系统将强制宿主修炼辟邪剑法。善意提醒一下，修炼辟邪剑法是需要自宫的哦，自宫的哦。徒儿，乖徒儿，你且留步。师傅，您这是？徒儿，你当真要抛弃为师，独自一人下山吗？你走了，为师可怎么办？你忍心让为师孤零零一个人在这山里孤独终老吗？夏必安穿越时，原主就已经30多，而且天生废体，经脉不通，连逆天改命的机会都没有，所以夏必安才会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徒弟身上。师傅，弟子感谢师傅这2年的教养之恩，但我意已决，师傅就莫要挽留了。一定要走吗？就不能因为为师留下来？弟子拜入灵符山是为了修炼，可这2年来，我的修为却一直停滞不前，断体中期。修为的事情急不来，你看为师都快40了，不也只有断体后期吗？实不相瞒，2年前弟子的未婚妻上门退婚，弟子一时气不过，便与她定下了3年之约。如今3年已过2年，我却连她当初的修为都还没追上。3年之期，未婚妻退婚，这戏码是标标准准的主角待遇。夏必安更不可能放过慕容天了。说的这是什么话？我的徒弟可不比任何人差，管他什么天之娇女，我夏必安的徒弟可不是谁都能欺辱的。你可听说过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年穷？莫欺少年穷。师傅，弟子不走吧，哪怕只剩下1年的时间，弟子也会竭尽全力留在青云峰修炼。挽留弟子慕容天的任务完成，奖励技能卡礼包1张，技能传承卡1张，抽奖机会1次。来了来了，他带着外挂走来了，打开礼包，获得一件开天门天灵镜消耗卡1张，浮云掌气海镜时效卡5张。此界修炼体系中，断体、气海、归元，此乃下3境，而地灵、天灵、乾坤则为中3境。至于上3境的涅槃、空虚、真祖，整个大安朝都没出现过。这可是天灵境的技能卡了，只要老子再攒个12800张的，在大安朝基本上就能横着走了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为师这不是看你愿意留下来，所以显得有些欣慰罢了。乖徒儿，你放心好了，只要有为师在，1年后定叫你一扫前耻，让你那个所谓的未婚妻后悔的找不到北。好，天雪宗的秦浅月。不错，就保持这势头。你刚才说去哪里挑战谁？天雪宗的秦浅月。就是那个天雪宗宗主的亲传弟子，如今已是归元境的秦浅月啊，就是他。徒儿，要不你还是下山算了，师傅这里水浅，容不了你这个大王八。慕容天的未婚妻秦浅月，天雪宗100年不遇的绝世天才，传闻他16岁便达到了归元境，并且有望在18岁突破到中3境。宿主请三思，赶走你唯一的徒弟，你就必须要自宫修炼辟邪剑法。方才师傅开玩笑呢，你就安心的待在山中修炼吧。好。这他妈要怎么办啊？1年内要是让徒儿看不到突破的希望，我的车轮可就保不住了。对了，我还有1次抽奖机会没有用，系统，奖池里都有什么好东西？宿主有概率抽到可传承给徒弟的功法或武技、丹药等，比如9品天丹、龙珠凤血麒麟肝、神兵仙器、至尊骨。快，给老子抽起来！宿主获得3品炼药师经验，额外赠送2品断体丹10枚，3品洗髓丹蛋骚1份。系统，你妈可安好？请宿主注意德行，否则你的车轱辘可就不保了哦。
行，算你压得狠。师傅，接下来弟子要怎么修炼，才能在1年内赶超秦前许？徒儿，你可知道能开山断江、踏风而行是什么境界的强者？那般强者至少也是中3界。那你觉得他们能一剑劈开这天吗？人力又怎可与天地匹敌？就算是中3境的强者，应该也做不到一剑开天吧。为师接下来要传你一式剑法，待你修至大成，可劈天裂地，纵横9州10域。啊！你不信？系统使用传承卡。这世间竟真的有如此凌厉无双的剑法，而且还是我师父传授给自己。弟子多谢师父授剑之恩。我尼玛，这狗系统也不提前打个招呼，使用传承卡竟然会消耗如此大的精力，老子双腿都在打摆子。慕容天崇拜值加300，当前崇拜等级3，获得特殊驻颜丹3枚。给这玩意儿有什么屁用啊？老子可是虾仁界的吴彦祖，已经长得够帅了，何须借助驻颜丹来保持容颜？徒儿起来吧，这里有10枚断体丹，你且拿去服用，争取早日破境。多谢师父。慕容天，给老子滚出来！他娘的，今天你胆儿肥了，连妖分都不去跳了，害得老子被知识骂惨了。叫骂的人名为张山，是杂役处的管事。他的实力虽然只有断体后期，但是仗着有个执法堂的表，平日里在杂役处耀武扬威，经常接一大堆工作，然后让别的杂役弟子做，他自己来拿报酬。师父莫怪，弟子这就去把此事处理妥当。所谓的处理妥当，也就是捏着鼻子给张山道歉。夏必安对徒弟从来都是放养状，自然不知道慕容天在宗内遭遇的不公。宗内谁人敢欺你？原来是虾峰主啊，那就好办了，快点让你徒弟麻溜的给老子去挑粪，不然指使怪罪下来，你们师徒俩吃不了兜着走。大胆，谁给你胆子，敢跟虾峰主这么说话？把你刚才的话重复一遍，我怎么没听清楚呢？你他妈没长耳朵，老子说。无影掌使用成功，持续时间5分钟。夏必安，你敢打我？我表哥可是执法堂的王虎，你难道在找死不成？管你是谁的人，敢上青云峰来撒野就休怪，本座不客气。灵气外放。一般来说，只有达到气海境的武者才能灵气外放，所以张山才会如此震惊，甚至有些怀疑人生啊！滚回去告诉你上面的人，慕容天乃是本座亲传弟子，岂容尔等呼来喝去？再有下次，休怪本座废你手脚！夏长老，你难道忘了门规了吗？慕容天去年的门派大比成绩可是垫底的，按照门规，慕容天早就该被逐出师门了。我让他做杂役弟子的事，是在给他机会。既然你们不领情，那我现在就将此事上报给执法堂。一个废物封主外加一个废物徒弟，等着吧，老子一定要你们好看。好不容易才把徒弟忽悠的愿意留下来，要是被逐出宗门，那老子上哪刷奖励去？师父抱歉。抱什么歉？你这不是还没被逐出宗门吗？放心，只要有为师在，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赶你走。师父您对我实在太好了。夏必安嘴上虽然说的好听，可是张山的表哥乃是气海中期，他的浮云掌欺负断体境还行，要是对上气海境，就真的不太够看了。不怕，区执法堂弟子而已，还真敢跟自己这个封主公开叫板不成？徒儿放心好了，咱们打不过也可以用身份压人嘛。以下犯上的事要是传出去，宗门高层肯定不会坐视不管。师父，堂主的亲传弟子，堂主的身份可比您的还要高啊！徒儿，下次这种事儿还是一次性说完的好，这下怕是有些棘手了。灵符山中五峰地位最高，2堂次之，在之后才是众多小峰。执法堂堂主理那可是归元境后期的实力，差一步就能进入中3境。一剑开天门是消耗性技能卡，用了就没了，不到迫不得已之时，万万不能使用。他妈的，打又打不过，比身份也不行，这下可如何是好？难道要老子舔着脸去找帮手？可是整个灵符山不具礼严的，就只有五峰峰主了。五峰中唯一跟夏必安交好，就只有平易近人的柳云庆柳峰主。然而在穿越之前，原主这个舔狗为了追求柳云庆，愣是搞了一场尴尬的公开求偶，被柳云庆当场扔回了青云峰，并且扬言：凡是青云峰之人，胆敢再踏入青云峰半步，就切掉车轮喂狗。实在不行就去找掌门，反正死乞白赖也不能让慕容天走，大不了拿青云峰以前战死的弟子们卖惨。青云峰原本也是人丁旺盛，拥有弟子足8000人，可是经历了一场大战后，就只剩夏必安和慕容天这对师徒。对了，我有驻颜丹啊，这东西哪个女人能拒绝？你去把这个东西交给青鸾峰峰主柳长老，请他过来一趟。师傅，弟子还很年轻呢，不能做一个无根之人。
看样子柳峰主的话你是真的听进去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你把为师教你的剑法还回来吧。要车轮还是要剑法，你自己选一个吧。徒儿，你信为师吗？今日你只要把这个东西送到柳长老手中，说不定他一高兴，不仅不会阉了你，可能还会赏赐你128,000的灵丹妙药。师尊，这里面到底装了什么东西？一颗足以让全天下女人闻之疯狂的丹药。何方宵小，为何在青鸾峰外鬼鬼祟祟？慕容天见过两位师姐，劳烦通报一声，我师尊有东西要送给柳长老。你们青云峰的人怎么还敢来青鸾峰？青云峰之人与否不得尽，这早已经是青鸾峰的门规。就算师姐当场阉了慕容天，也只是遵循柳长老的命令。师尊可我良多呀，看来唯有那一剑才能救我的命。师姐，还请行个方便，我等也都是奉师命行事罢了。你这是什么剑法？一剑开天门。好霸道的武技，谁教给你的？我师父青云峰峰主虾必安。整个灵符山都知道，青云峰的虾必安30岁才修炼到断体后期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进入气海境的峰主，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厉害的剑术？慕容师弟，方才你说有东西要送给我家峰主，看在你手下留情的份上，把东西给我吧。不过我家峰主的脾气你也知道，一切后果还得你自行承担。峰主，青云峰虾必安差弟子来送了礼，说此礼是您现在求而不得之物，全天下仅此一枚，不收，把东西给我送回去。是，峰主。且慢，把东西给我拿过来，我看一看。驻颜丹，莫非这东西？驻颜丹刚刚入喉，就如同甘甜的泉水，漫向四肢百骸，芳香顿时充斥在柳云沁的口鼻之间。柳云沁忍不住舒服的闷哼一声。峰主，您怎么？好神奇的丹药，不愧驻颜丹之名。这丹药果真是虾必安送过来的吗？回峰主，是虾必安让他的弟子慕容天亲自送来的。带我去见慕容天。你就是虾必安的弟子吗？正是晚辈，晚辈见过柳长老。那枚丹药十分不错，如此珍贵的东西，你师父从哪里得来的？师父给自己的丹药，难道是真的可以驻颜？不愧是师父。回柳长老，家师并没有告诉晚辈，是不让你说，还是这丹药的来路本就不正经？绝有可能，家师品行端良，不可能做出那等龌龊之事。若不是上次拒绝他后，他就开始四处求药，想办法弄来了这枚驻颜丹，还真是难为了虾郎了。难道柳云沁那老娘皮没看上驻颜丹，直接把慕容天给阉了吧？慕容天的崇拜值加50。看来柳长老很喜欢我送的丹药，大事已成啊！虾长老，还请出来一见。这下完了，老子的救兵没来，执法队的人倒是先来了。虾长老好大的威风啊，竟然敢动手打我执法堂的人。本以为这个吊车尾的峰主已经突破到了气海境，如今来看，不还是个断体后期吗？也是一个天生废体，怎么可能突破气海？张山木吴尊长，难道我这个峰主连教训他的资格都没有吗？就算是要教训，也轮不到你，更何况最该教训的应该是你那个不思进取的弟子吧？连续2年宗门大比垫底，怎么有脸留下来的？虾必安自己被骂都不会这么生气。自从当年的那场大战后，灵符山就伤了元气。这么多年过来，灵符山拨给青云峰的资源原本就少得可怜，根本就不存在养废物这一说。我若是执意让他留在青云峰呢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留不留根本就由不得你，一切以宗规为准。虾长老，我劝你还是好好守着你的青云峰吧，不该管的少管，否则容易折寿。慕容天他走不了，我说的。区区一个断体后期的废物，若非宗主可怜，你连宗主都当不上，真觉得自己是青云峰的主人了吗？虾必安，如果你再冥顽不灵，我不介意给你一点教训尝尝。这可是一个地灵境强者，难道自己真要动用唯一的那张消耗卡了吗？可是万一控制不好力度，嘎巴一下把他打死了怎么办？突然对一位长老出手，李堂主，你这做法有些不妥吧？刘长老，你怎么有时间来青云峰了？你能来，我自然也能来，没受伤吧？多谢柳峰主关心，我没事。他妈的，一个废物而已，柳峰主凭什么要如此温柔对待？李堂主仗着修为对一个断体境出手，是不是吃相太难看了？刘长老误会了，虾必安无视宗规，我只是秉公执法罢了。挑衅宗规，慕容天虽然连续2年大比垫底，可他乃是长老的亲传弟子，这宗规用在他身上似乎有些欠妥。虾必安虽空有峰主长老身份，但是他修为过低，宗门上下谁把他当长老看待了？灵药堂的徐堂主也不过是气海境后期，难道他也没这个资格？
徐堂主虽修为不佳，这已经是4品炼药师，况且他的徒弟在去年大比，可是进入了前10。无论是鲛人子弟或是炼药制丹，虾币安有何资格跟徐堂主相提并论？柳云庆虽然十分想反驳，但是李岩说的句句属实。在一众封主中，虾币安的修为确实是最低的，弟子慕容天也确实连续2年拿到了垫底成绩。刘长老就莫要再为这青云峰做辩护了。虾币安本就没有做封主的资格，他的徒弟自然也只能算作普通弟子，理应被逐出山门。系统，我能先下山躲个10年8年，等修为牛叉了再回来吗？请宿主仔细斟酌，只有处于矛盾当中，才能获得更多机会。原来如此，李堂主，依你所说，我要如何做才能证明我有资格做这个长老？很简单，要么你突破到归元境，要么你就证明自己有鲛人子弟的本事，比如让这小子在1个月后的宗门大比进入前10名。恭喜宿主触发任务，帮助慕容天成为门派大比第1，奖励5品炼药师经验，5张归元境技能时效卡，1张地灵境技能消耗卡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虾封主，这2个目标都是绝对无法完成，你又何必逞一时之能呢？前10太没有挑战性了，我虾币安的徒弟要争就要争第1。一个训练2年半还停留在断体境的废物，竟然还想争第1，虾封主你莫不是疯了？李总，我就是疯了，就不知李堂主说话算不算数？那你要是做不到呢？若是做不到，我和他一起下山，从此在灵符山出名，永不回来。师傅，您就这么相信弟子吗？崇拜值加50，当前慕容天崇拜等级4级，获得1次抽奖机会。好，一言为定，虾封主，那咱们就1个月后见。王虎，咱们走。虾封主，适才你过于冲动了，成为大比第1可没那么容易。除了刚刚的王虎，灵符山至少还有2名气海境中期的年轻一代。刘长老的心意，虾某心领了。但我的徒弟如果连这区门派大比第1都拿不下，1年之后又怎么去与那秦浅月一争高下？你难道还真的打算让他去天血宗与秦浅月一战？那是自然，我虾币安的徒弟言必行，行必果。徒儿，弟子在，你信不信为师？信，弟子怎么可能会不信任自己的师傅？一个35岁的天生废体，一个训练2年半，依旧位列宗门倒数第一。虾币安吃蘑菇了吗？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幻觉？慕容天，随我去青鸾峰吧，我亲自教你飞花落叶掌。飞花落叶掌乃是玄阶上品武技，在整个灵符山都属上乘功法，旁人想学都没机会学。多谢柳长老，不过晚辈还是想要留在青云峰，随师傅一起学习见识。这师徒2人莫不是已经疯了吧？断体后期的师傅竟然真要教导一个断体中期的徒弟，1个月后打败气海境的对手，这世界到底怎么了？若你改变主意，可以随时去青鸾峰找我。师傅，弟子多年锤炼肉身，炼化了那10枚断体丹后，应该可以勉强达到断体后期。但想要成为门派大比的第1，最大的阻碍不是王虎，而是青福峰的于正元。他是这次夺冠的热门人选，去年的第1就是他。符师的手段的确不同寻常，铜镜之下近乎无敌。想要赢一名气海中期的符师，慕容天修为至少也要与其持平，而且还要有足以与符师抗衡的手段。师傅，要这么多药材干什么？若是需要丹药辅助，我家里多的是啊。慕容家乃是药道世家，虽比不上灵符山药堂，但市面上绝大部分丹药还是都有库存的。我要的丹药，别人那里可没有。系统给的洗髓丹药方，除了我之外，这个世界上谁人能炼？洗髓丹可以洗精伐髓，只要有一丁点资质，就能改头换面。可惜啊，老子是天生废体。师尊，你莫不是要找药坛的徐长老帮忙？可是他一直都不待见您老人家，不见得会出手啊。谁告诉你为师要找人帮忙了？实不相瞒，为师才是真正的药道第1人，那姓徐的给为师提鞋都不配。可是师傅，您连丹炉都没有啊。谁说没有丹炉就无法炼药了？咱们青云峰不是有火房吗？是柴不能烧，还是锅烂了冻？真正的炼药师，就算没有炼丹炉，一样能够单成极品。崇拜值加10。系统没有丹炉真的能够成丹？你不会骗我吧？请宿主不要质疑本系统的话，真正的炼药师就算没有炼丹炉，一样能够单成极品。听懂掌声？他娘的，连忽悠人的话都不是原创的，你这系统真把我当小日子来耍啊！无论夏必安如何质疑，他现在也没有任何其他办法，原因也很简单，青云峰太穷了，根本买不起炼丹炉。我愿用我徒儿10年寿命换一个金色传说。恭喜宿主获得传承功法无双御剑诀。
10连抽哪有徒儿的10年寿元好用？我果然就是气运之子。系统，这无双御剑诀，请宿主放心，系统出品，必属精品。这介绍怎么花里胡哨的？看起来很牛叉啊！系统，快，老子已经迫不及待的要逆天改命了。宿主，请认清自己，你是天生废体，是无法修炼的。夏必安刚刚有点太过激动，差一点忘了这一茬。天生废体无法引气入体，连气海境都到不了，自然也无法修炼极品功。系统真的没办法，能让我获得修炼的机会吗？多吃点龙边凤欢喜补一补也不行吗？不可以哦，本系统已与宿主命格绑定，重塑筋骨擅改命格，本系统将消失，宿主也会随之死亡。具体原因，请宿主日后自行探查。那我不是只有凡人的寿命，那我要你有何用啊？肉身终将受限，灵魂方可永存，请宿主打开格局，把眼光放长远一些。